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云顶大马跟定 Malaysia 的详细分析，反应非常热烈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支关于科技股的影片，并看看他们的业绩表现。也谢谢大家在之前的影片踊跃留言与投票。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。那么首先，我们可以把马股的科技板块分为4大领域，那就是 Digital Service 数码服务、Semiconductor 半导体生产、Software 软件开发和 Technology Equipment 科技产品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先说 Technology Equipment 科技产品的领域，这个领域的公司就有 Pentamaster、Greatech、JCY、ME 等等。那么今天在这里，小编我就会先说说 Pentamaster 和 Greatech。我知道很多人也投了 Inari， 但是大家稍等， Inari 是属于半导体领域，之后会再给大家做一支影片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Greatech。 首先我们要了解 Greatech 的公司构造和他们所生产的科技。那么 Greatech 是一家主要生产 ATE Automation Testing Equipment 的公司，而这个 ATE 华语应该是叫做自动化测试设备。 Greatech 公司他们主要是生产太阳能板，也就是 Solar Cell 的 ATE， 而他们的太阳能板主要的客户就是在美国 Nasdaq 上市的 First Solar 公司。此外他们也有在帮 Panasonic 生产一些科技零件。在他们2019年的财报上，我们可以看到 Greatech 公司的 94.3% 的收入其实都来自国外，而美国从2018年 18.7% 的收入贡献，在2019年则大幅提升到了 75.4%。 小编推测应该都是来自美国的 First Solar。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。 Greatech 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75.8 个 million， 比上个季度的 56.2 个 million 提升了 19.6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25.8%， 而盈利也从上个季度的 17.6 个 m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 23.2 个 million， 一共上升了 5.6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31.8%。 至于盈利率，这个季度的 30.6% 也只是比上个季度下滑了 0.8%， 没有多大的问题。至于现金流方面， Greatech 和大多数科技股一样，都是属于净现金公司。此外我们也能看到 Greatech 的业绩并没有被疫情影响，反而是在疫情期间股价跟着科技股的热潮大幅上涨。那么他们公司对未来的展望也很正面，他们表示仍有信心推动他们的增长计划，以提高市场份额和新产品发布，同时也保持对成本控制的高度关注，因为这将确保业务保持良好状态。那么至于小编的看法，其实 Greatech 的业绩很多是依靠美国的太阳能产业，所以小编就带大家简单的了解太阳能产业。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太阳能的产业有逐渐火热的现象，这是因为太阳能在近几年有了重要性的突破，可以产生的能源比起以前多了很多，这也是导致许多 Solar Farm 的诞生。此外，太阳能的安装成本也因为近几年的普及，成本逐渐下调，这也是导致太阳能源火热的关键。所以小编觉得太阳能在未来的趋势是很正面的，毕竟世界慢慢的转向了再生能源，而且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也大力推荐再生能源，所以 Greatech 可谓是在风口上放风筝。那么还有一个利好就是 Greatech 在15日已经被批准在主板上市了，想必到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。至于利空，可能就是他们的客户太单一，难免会让投资者担忧。但是整体来说 Greatech 的未来趋势是非常正面的，可惜股价在疫情后已经上升了 400%， 而且67的 PE 也比领域平均高。在这里也要说一下，科技股的 PE 通常都会比较高，因为大家都看好科技股的未来，所以不要被他们的高 PE 给吓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Pentamaster， 大家熟悉的熊猫一样的，我们会先来了解 Pentamaster 的主要业务。第一个就是跟 Greatech 一样的 ATE Automation Testing Equipment 自动化测试设备，这项业务大概占了 Pentamaster 的 70% 总收入。而第二项业务就是 FAS Factory Automation Solution 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要把你的生产线自动化，以达到减少员工和提高产量，你就可以找 Pentamaster 的 Factory Automation Solution， 他们就会帮你把你的生产线自动化与机械化。这项业务也占了他们 15% 的收入。而第三项业务也就是 Smart Control Solution System， 它是一个类
是智能物流的产业，但是这项业务也只是占了他们收入很小的一部分，因为他们只提供给他们自己的客户当做额外的服务。那么说完了他们的业务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。Pentamaster 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105.4 个 million， 比上个季度的103个 million 提升了 2.4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2.3%。可是盈利却从上个季度的17个 million 下滑到了这个季度的15个 million， 一共下跌了2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11.7%。至于盈利率也从上个季度的 16.5% 下滑至了这个季度的 14.3%。至于现金流方面， Pentamaster 也是一样属于净现金公司，去年还因为现金流太多被剔出了 Sharia 股的标准，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年已经被解决了， Pentamaster 也重新回到了 Sharia 里面。那么这个季度的低盈利在公司的季报中有解释到，这是因为在这个季度 Pentamaster 有这一个5个 million 的 allowance on trade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储备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Pentamaster 都在哪个领域赚钱。首先第一的就是 Electro-Optical， 也就是电缆电讯的领域，占了这个季度的 29.6%， 比上个季度少了一些。而第二个就是 Automotive 汽车行业，这个季度是占了总收入的 25.3%， 比上个季度高了1倍之多，相信是因为之前汽车销量很好的关系。之后就是 Consumer and Industrial Product 消费与工业产品，占了 22.8%， 也就是比上个季度增加了1倍。而其他还有医疗器材和半导体行业各占了 11.2% 和 11%。 而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Pentamaster 业务接触的领域很多，而且他们接触的领域也没有像其他科技公司那么集中，所以风险也相对分散。相信这也是跟很久以前 Pentamaster 面临半导体需求量下跌差点打包的经验有关系。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推广他们的 FAS 业务，以减少对 ATE 业务的依赖。 Pentamaster 在年报中更是提到他们要把2019年占了 15% 的 FAS 在未来扩张到 30%。 小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风险分散，投资者也会更安心。那么在 Pentamaster 的未来展望中，他们有说到他们还是有在继续不断的成长，也确保所有的业务能准时交货。此外他们新研发的 iArm Solution 已经开始看到成果了，相信这将会加速他们扩张 FAS 这块业务。那么在这里小编也做了一个 Technology Equipment 科技股领域之间的分析对比图，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，这是完全免费的哦。之后你们觉得大马科技股未来还会继续向上升，还是泡沫爆炸呢？请到下面踊跃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如果想要小编分析其他股票的话，也可以到下面留言哦，下期会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